台湾的 iPhone 现在不能用 AI 是吗？各位，下个礼拜就是 WWDC 了，苹果开发者大会要在台湾的6月10号凌晨1点举办。我们今天这部影片呢，要来统整一下 iOS 26。没有听错，就是这次呢，根据彭博社的 Mark Gurman 报道，有可能会直接跳过 iOS 19，变成 iOS 26。那为什么是26呢？就是它是以年份命名的，因为这次发表的这个 iOS 是佛明年的嘛，所以就是2026这样。那所有的 OS， 也就是他们的系统可能会改以年份命名，也就是有可能会有 watchOS 26啊、iPadOS 26，然后 macOS 26、tvOS 26等等的，就是比较统一跟好记。那这件事情呢，我之前在 Instagram 还有 YouTube 都有做一个投票，然后大家其实都还蛮喜欢这个决定的，所以就蛮期待说这次会有这样子一个更新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就要来统整一下这次 iOS 26有可能会有哪些更新哦。在这之前呢，我想做一件小小有趣的预测，就是我想要预测一下这个 iOS 的直播发表呢，它前面会讲哪些东西。首先第一件事情呢，我觉得它会讲到的是环保，没有错，就是环保。他们很有可能会提到他们要在2030年之前达到碳中和这件事情，也就是他们的生产过程可能会是没有碳排放的，也不是说没有碳排放，就是他们会做一些事情让它的碳排放是有点就是 balance 掉。然后据说这件事情呢非常重大，就在苹果内部是他们指标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他们的 KPI 都在算他们减少多少碳排放这样子，就是从库克到全公司呢都在为了碳排放而努力，就是要达到碳中和。然后接下来呢，他可能就会提到，例如说辅助使用或者是健康的功能如何帮助了一些人，然后救了多少人命等等的。再来会开始介绍 Vision Pro， 就是 Vision Pro 如何改变了世界，还有多少个导演可能已经开始用 Vision Pro 在拍电影啊，或者是看电影等等的。那为什么要提到 Vision Pro 呢？就是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进到 iOS 26跟 Vision Pro 有非常大的关系，因为这次呢很有可能是从 iOS 7以来最大的改版，就是它的界面呢全部都会重新设计。那据说呢，这一次这个专案在苹果内部的代号叫做 Solarium， 这个字呢是日光浴室的意思，就是让人用来享受晒太阳的一个房间，通常都会有大面的玻璃。那这个字呢源自于拉丁文哦，可以拆成 Sol 跟 Alarium 两个部分。那 Sol 代表的是太阳，然后 Alarium 代表的是容器或者是场地。从这个字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一次的 iOS 26主打就是一个通透感。那这个通透感呢，是源自于 Vision OS 的设计哦，就是大家有看过 Vision OS 的话，就会知道说它的界面是漂浮在半空中的，它是没有一个背景的，它的 App 就是浮在空中，然后你可以直接去点它，然后可能所有的视窗都会有这种玻璃然后透明的感觉，就是非常的有仙气的感觉。那重点来了，因为我们的 Vision Pro 呢，它其实是一个3D 的东西嘛，就是它是一个虚拟实境，要如何在 iPhone 这样子平平的东西上面呈现这种立体然后透明的感觉呢？其实主要就是要靠光影还有这个深度哦，就是他们可能需要在平面上面模拟出那种就是有立体的感觉嘛，可是又要很自然。所以就不晓得他们会怎么做。那所有包含桌面的，像是 App 啊、选单的按钮啊、UI 啊、Safari 里面的界面呢，全部都会重新设计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最关心的 App 的形状呢，有可能会变得稍微圆一点。我觉得它可能不会变成圆形啦，但是我觉得它可能又更圆角了这样。然后一些比较细节的部分哦，例如说 App 里面的标签页或者选单啊，或者像是 Safari 下面那个网址列啊什么的，全部可能都会变成一个通透感，然后有立体感的一种呈现方式。那这样子的重新设计呢，其实这次主要的核心就是要简洁、高效，还有容易学习。那容易学习的部分呢，其实还包含了其他 App 的重新设计，例如说相机，这次有可能会大改，就是因为现在相机里面其实非常的复杂。你看我们频道呢做了这么多次的相机教学，还是有非常多人可能他今年刚换新 iPhone， 他可能进到相机他是完全没有头绪，知道吗？因为它有太多按钮了。那这次呢，据说这个 iOS 26就是会把相机整个界面大改，然后变得更容易学习，然后更容易使用，门槛更低的感觉。举个例子哦，就是那个风格档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用啊？风格档这件事情呢，其实就有分旧版跟新版，然后还有其中有一些就是格式不一样，可能你就不能用新的风格档啊什么之类，其实就真的还蛮复杂的。就有些人就会问我说，为什么那个新的风格档没有办法跳出来呢？原因就是因为你要到设定，就是还不是在相机里面哦，你要到设定里面去把一个东西改掉，那个存档的格式改成另外一个，你才会看到新的风格档，是不是十分之复杂？所以诸如此类事情呢，其实就还蛮多的。希望这一次的相机改版可以让大家都有感。那除了界面改版之外呢，这次另外一个超级大重点，当然就是 AI 咯。我们过去1年呢，其实看到他们加入了非常多的 AI 新功能，只是台湾用不到啊。台湾目前就是繁体中文还没有支援，那英文的部分呢，大家其实都是已经可以用了。但老实说，我觉得英文
我觉得也没有好用到哪里去，真心话。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 AI 功能在网络上面，就是网页版什么的，像 ChatGPT 啊、Gemini 他们的表现都已经非常好了，所以在手机上我觉得没有一定要用。只是他们应该要做到的事情，就是他们去年在 WWDC 上面其实有展示他们新的 Siri， 那这个部分是大家其实是非常非常期待的一个东西，但是就是据说要延期，就是可能最快明年才会看到这个聪明的 Siri 出来。那所以这次的 WWDC 上面呢，可能就不会看到 Siri 这件事情，因为 Siri 就已经在开发当中了。然后如果你又再提到一次 Siri， 大家又可能开始骂说啊，你们怎么跳票啊什么的。所以这一次呢，很有可能他们就是会着重在其他部分的 AI 功能哦，例如说照片编辑啦。这一年来呢，其实我也有在尝试他们的那个 AI 消除路人，我觉得效果没有到很好。但是这个部分呢，果爹其实有讲过，他们有可能是故意的哈，你要加这个功能进来，然后你又不把它做得很好用。它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要故意做的很难用？就是因为他们的照片，他们拍照功能其实主打就是要还原自然的感觉，就是他们不希望去加工人家的脸部啊，加工人家的场景什么的，就会失真。例如说，他可能生成了一个不存在那里的东西，可能就会让人误会啊。他们不希望造成这种误会。其实过去几个月，大家可能都有看到新闻，他们因为 AI 也闹了一些笑话，所以他们比较趋于保守派吧。那除了照片编辑之外呢，这次可能会新增一个 AI 电池管理的功能。AI 电池管理就是它会去学习你的使用习惯，其实以前就已经有了，对不对？只是可能这次把它包装，然后弄成一个新功能。对，就是它可能会学习你的使用习惯，然后该省电的时候就会帮你省电来延长这个电池的寿命。然后据说呢，现在还有另外一个他们正在开发的 AI 功能，有可能会延期，就是健康的部分哦，叫做 Apple Health Plus， 听起来很像要收费，对不对？就是它里面呢可能会用 AI 来记录你吃过的食物，然后可能会有一个教练啊教你如何饮食，然后教你如何运动，然后它会记录你的压力、能量、恢复跟休息的状态，就是可能搭配手表，或者是之后可能会推出的这个戒指，就是据说戒指是正在开发当中啦。那这个功能可能这次就是还不会看到，因为这里面其实也有包含很多就是需要 AI 处理的部分，但是大家看到现在 AI 就是并没有一个很核心的 AI 放在里面，所以这个功能可能会延后。再来一个，这次 iOS 26有可能会有的大亮点就是 AirPods 即时翻译。那这个翻译功能呢，它是你带着 AirPods 之后，它会把听到的东西传到 iPhone 上面处理，然后及时让你听到对方的翻译，这样子就听起来还蛮好用的感觉，而且大家其实还蛮期待的。我有办过一个投票，那这样子可能就是你在出国旅游的时候，或者是你需要点菜啊，然后问路的时候，可能就会还蛮好用的吧。用这个功能，其实我自己会还蛮担心的，因为有的时候你就是僵在那边，然后例如说出了一个什么错的话，你可能就还是要打开你手机的翻译软体，所以就会变成多一个步骤，然后那个尴尬时间就要拉长，所以就对，再看看咯。那其实 WWDC 这个活动呢，他们是办给开发者，他们不是办给一般的那种使用者来看的，所以他们也可能会着重在很多是 AI 开发的部分，就是他们有可能会开放一个 AI 的工具，好像是一个 AI 的模型，可以帮助开发者可以开发得更快。那个部分呢，可能一般的使用者就比较不会用到，我这边就不多提。不过呢，他们主要可能是希望大家多用苹果自己的 AI， 因为开发者可能很多现在都是在用 ChatGPT 啊、Claude 什么的，那他们可能就希望说把这个部分也拉回到苹果自己的系统里面，那所有的数据他们也都可以掌握。再来说说我自己的期待，我觉得如果是有界面大改的话，其实大家可能就会还蛮有感的，因为毕竟你一更新，它整个界面就完全不一样，可能会让人觉得 iPhone 有些新东西可以玩吧，就是比较好看之类的。但是至于功能的部分，我觉得可能就没有什么很大的亮点。然后除了软体的部分呢，其实这次的 iPhone 17啊，就是9月即将要推出的 iPhone 17全系列，这次的外形也会大改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已经看过照片了？就是 Pro 系列它的那个相机镜头模组会整个变成横向的，然后会有一个新的型号叫做17 Air， 然后它的镜头也很不一样，就是长得很像 Pixel 这样子。那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一次的改版哦，就是基本上已经定案了啦，就是不太有可能会改。就是再见的这个镜头，就是三眼怪要变成巨大三眼怪了。我自己没有很喜欢这个新的改版啊，目前就是 Pro Max 它会变得有点头重脚轻。这都是我自己主观看法啊，大家如果觉得很喜欢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，因为毕竟该开箱的还是要开箱。然后 Air 的部分的话呢，这次是只会有一颗镜头啊。如果你们想要再更深入了解这次 iPhone 17全系列有可能会有哪些规格改版的话，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，因为我现在就是有一点你们也懂的。好，那6月10号开发者大会第一场这个直播结束之后呢，如果有什么大亮点的话，我也会想办法及时来跟大家更新。如果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的话，可能就会有点不想做影片吧，所以就到时候再看看咯。好，那之后呢，如果有任何有趣的 AI 消息或者是 iPhone 相关的消息，我也会赶快来做影片给大家看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